李梦瑶死了，死在了我们共同穿越的第7年。温热的鲜血溅了燕安一脸，更把魏平那身白裙染成了扎眼的猩红。那位本该高高在上的帝王，此刻没有半点天子威仪，只有满眼的心疼，一双手护着怀中的女人，生怕她沾染半分晦气。上一秒还在痛骂她死性不改，竟会用自寻短见来博同情的贤王，彻底疯了。你骗我！我站在不远处，冷眼看着这场闹剧，心底没有半点波澜，只有刺骨的寒意。就在前一日的夜里，李梦瑶兴奋地跑来找我：可可，系统告诉我任务完成了，只要我们这具身体死掉，就能解脱，就能回家了。7年前，我们一起穿进了这本见鬼的权谋文里，系统那倒霉玩意儿告诉我们，只要扶持男主萧玉和男配燕安上位，走完剧本就能回家。为了活命，我嫁给了冷宫出身、饱受冷眼的废柴太子萧玉，李梦瑶则跟了温文尔雅的三皇子燕安。我陪着萧玉在刀尖上舔血，从九死一生中搏出了一条通天大路，硬生生把他推上了皇位。我也如愿成了大庆的皇后，李梦瑶也和燕安成了京中人人艳羡的恩爱夫妻。蜜里调油，本是和睦万分的剧情，我们却迟迟完不成任务，只因系统说还有最后一关。我和李梦瑶内心疑惑，却只能将日子继续过着。萧玉虽是天子，却不曾薄待我。他登基后，第一道旨意便是立我为后。他敬我，爱我，不让我受委屈。我知道他一直记恨先帝偏宠贵妃，冷落发妻。曾经两心相惜时，萧玉握着我的手发誓，可他终究还是食言了。吃了那么多苦，我们的平静日子也只过了1年。在萧玉登基1年之后，那位与他少时青梅竹马、和亲归来的魏平郡主回来了。似乎每个男人都有年少时爱而不得的白月光，萧家两兄弟也不能免俗。而今单于荣归，注定了他会被这京中权势最高的2名男子护在心上。一开始，萧玉倒是克制得很好，最先失了理智的人是贤王燕安。那一日的宫宴，引得魏平郡主黯然垂泪，也彻底激怒了自小和他一同长大的燕安。那晚，向来待人温和的贤王第一次同人动了手，在席会上将人打得头破血流。那个素来被称作宠妻如命的贤王，在为了魏平郡主与人动手时，直接反手将前去劝他的王妃推倒，他的小腹撞上了桌角，即刻便见了红。他茫然地看着此前发誓要一辈子好好珍惜他的燕安，比起眼下扶持着他一路走来的妻子受伤，他更担心魏平郡主日后会受人欺负。从今往后，谁若胆敢议魏平郡主半点是非，便是和整个贤王府过不去。见状，我从高座之上起身，第一时间吩咐心腹嬷嬷将李梦瑶带回去，穿太医。我走到燕安身后，狠狠一掌打在他的脸上，我便这般被往事之眼纠缠了7日。再醒来时浑身失力。萧玉坐在床畔，守着我眉宇间有深深的自责。他明白我与李梦瑶感情有多深，可他却是逼得李梦瑶以死明志的罪魁祸首之一。李梦瑶曾拿出萧玉在登基时赐下的信物，求一道和离的圣旨，却被萧玉驳回了。哪怕那曾是李梦瑶以命护驾换来的天子承诺，可他为了不让魏平背上拆散贤王夫妇的非议，依旧选择堵死了李梦瑶最后的退路。李梦瑶死时鲜血溅脏了魏平的裙摆，他便下意识护紧了。他细声安慰，直到与我目光相对，萧玉才好似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眼前惨死的女子曾是在微末时不顾自己安危，全力相助于他的恩人。萧玉松开了抱着魏平的手，我擦拭着李梦瑶面上的血迹，然后取下她颈间的信物。再等等，他欠我们的总要还。我攥紧了手，忍下滔天怒意，不去看任何人，径直转身离去。从那天起，我便闭紧了宫门。萧玉坐在我旁边，整个人茫然无措地看着我。他想伸手为我捋去颊上粘着的发丝，却在我漠然的眼神中放下手臂。不用去安抚魏平郡主吗？他可是被吓坏了。皇后，你不要这样。从前每当他这样唤我时，我总会及时想起自己的身份，再如他所愿，给他递来台阶。可这一次我不接话，只沉默。萧玉没等来我的体贴之语许久之后，他才试探着说出第2句话：魏平他并非有意，我已惩罚他禁足。你滚！萧玉的神色不定，最后他携着怒气拂袖转身出了门。在萧玉走后，又有人要来见我，是燕安。他身为王爷本不该进后宫的，可燕安已经疯了，他宁愿被杀头也要闯进来，说一定有话留给我。顾庆可，你告诉我。我坐在殿上，看着眼前形貌疯魔的男人，一副憔悴又狼狈的模样，
全然不见从前京城第一公子的半点影子。李梦瑶她不是在演戏吗？她怎么会真的跳下去？她最爱用这招博关注了。从魏平回来之后，李梦瑶和燕安从前那灵魂相知的甜蜜日子便再也没有过了。和我从一开始便收起了真心不同，那个傻姑娘是真的爱上了燕安。温和风趣的少年王爷与从天而降救他于水火的少女相爱，这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所以在失去了第一个孩子时，他整日痛哭。一开始燕安愧疚非常，一直陪在他身边，不断的忏悔，发誓再也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。可是后来魏平郡主去王府探望，故意拿孩子刺激李梦瑶，李梦瑶情绪失控打了他。从那之后，燕安要陪的人便从李梦瑶变成了魏平。从此那个毫不犹豫站出来支持他的少年王爷好像从此消失不见了。魏平陷害李梦瑶的手段越发低级，可眼盲心瞎的人看不到。直到现在，他痛苦地跪在我面前。我只希望能护住现在的魏平，一切仅此而已。为什么李梦瑶不愿意谅解我？我们不是夫妻吗？你哪里配和他称作夫妻？你忘了，李梦瑶在1年前便已提请与你和离了。顾庆可，你做了什么？他话音落下，传旨的声音便来了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是萧玉批下的旨意。这一次他收下了信物，同意了李梦瑶生前和离的请求。贤王夫妇和离贤王妃恢复自由身，将以良家女的身份下葬，将来不与燕安同穴。我坐在高位上，神色嘲弄地看向燕安。什么夫妻？从你不再信任他的那一刻开始，你便不配再做他的夫君。至于李梦瑶，临终前他没有半个字提到你，你以为他在做戏给你看，但你在他心中早就什么都不是了。燕安发了狂，被周遭的护卫拖了下去。萧玉不知何时站在了那里，我看着他那身冰冷。这就是你的补偿。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些。李梦瑶失去了性命，罪魁祸首也该拿性命来偿。魏平，他并非有意。这话怕是连他自己都不信，只是他依旧选择了维护魏平。他只为守住自己忠于感情的承诺，可惜他两头都没顾好。那一瞬间，我疲惫至极。我知道了，滚吧。萧玉正在原地看向我的眼神中多了几分陌生和茫然。从前为了做好太子的贤内助，我从来都是一副温良大度的姿态。如今我已知晓回归的方法，再不用掩饰本性。萧玉，你不舍得杀他，你还有亏欠，便用自己恩人的性命去偿，真是贱得可以。皇后，你疯了！是啊，我疯了。我笑得开心，缓步上前，抬手轻抚过他的面颊。那一日，他几乎是从未央宫落荒而逃。我盯着他的背影，说出了他早已听不到的话：我要死了，你们也别想好活。我从来不是一个大方的人。我知道萧玉的承诺是为了与生父割席，他的善待是我自己争取来的。他心底一直有个人，少时为他撑伞绣香囊的人。如今他用我为他筹谋来的权利，把他惯得无法无天。他选择和我作对，我便不会让他们过太平日子。我选了一样东西送给燕安，一个叫红绡的婢女。她曾被李梦瑶从青楼救下，却反过来给李梦瑶下毒，害死了她第二个孩子。背后指使的人是魏平。燕安用了3天查清真相，那位风流倜傥的贤王满头青丝白了大半。天亮时，他挎着长剑杀去了郡主府。魏平被追到宫门前，一头长发被燕安一剑断去。为何我不曾薄待于你，你却让我家破人亡？我没有。可燕安已不再信。皇兄，难道你要像我失去阿瑶一样失去皇嫂才甘心？他扬手一掌刮在萧玉脸上，萧玉却将为难的目光投向我。我冷笑转身。我在另一个世界里看见他了，他是不是还能回来？已死之人如何回来？但我知道什么是攻略，要拿他的命来换。魏平躲在萧玉身后，朝我做口型，真可怜。我不惯着他，拔剑劈去，他倒在地上，满脸是血。第二剑出手，萧玉扣住我的手腕，我拽住他的衣襟，呕出一口心头血，染红了他腰间的香囊。再见。他不知道，那香囊里我放了毒，沾上我的血，便会日夜蚕食他的生命。我昏迷了7日，醒来时，萧玉守在床边。燕安派往洛郡，魏平随行。我没应，魏平投湖了。萧玉匆匆赶去，一夜未回。魏平最终和燕安出发，刚出京郊，车马坠崖，魏平在这世上被彻底抹去。燕安疯了，他
他每日寻死，说这样能见到故去的王妃。萧玉将魏嫔换了身份接入宫中。太后回宫送来一盘点心，萧玉便红了眼眶。他渴望了20多年的母爱，终于来了。朕是帝王。他决定纳魏嫔为妃。册封当日，魏嫔从袖中抽出匕首，刺向萧玉。他被刺穿手臂，血流如注。魏嫔吹响鹰哨，却无人回应。在等你的草原儿郎，一直跟你联络的人是我。你的细作被我拔光，城防图在我手上，你的铁骑不会来了。我一箭射出，瞄准他的小腿。李梦瑶曾被他推下湖，冻坏了一双腿。你杀了我吧。我会的，但在那之前，我要先讨回债务。42箭后，魏嫔咽了气。萧玉从头到尾一言不发。世人皆道他被心爱的妃子刺杀，急火攻心。我带回流落民间的九皇子，废黜萧玉。太后为讨好新帝，提议将他迁出皇宫。他被送回荒废的太子府，幽禁终生。魏嫔从不是为你请愿，她早就恋慕草原王子。我告诉他，他静静听着，没有反应。门扉合上时，我听见他哽咽的哭声。在转身时，我撞上了意料之中的人。他如今执着于求仙问道，数次寻死，又被人救回。他是故意来寻我的。我知道什么是攻略了，顾卿可，你们接近我们，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已。是这样的，没错。只是李梦瑶曾说燕安是真心爱我，我想为了她留在这里。听完我这话，燕安整个人像是重新被点亮。我知道，如果本人愿意的话，可以向系统兑换一次回来的机会。那是当然，只是他只是曾经想为你留下，从他死去那刻起，就注定不再回来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不配。没过多久，我便听说贤王又投了河。他依旧不死心，他去异室找他的王妃，只是这一次他没能幸运地被人救起。等发现他时，他已经臭了。愿天下喜欢谈恋爱的小姑娘谨记，臭了的男人不能要。万事了尽后，我在一方密室中点起炭盆。以我而今这副身体，我会死得很快。合上眼睛时，眼前浮现出我出来议事时的画面。那时候我们4人总是常在一处，晴日赏花，月下吹笛。画面中的人无论真情或是假意，总是笑得很开心。临了前，我又猛然睁开眼，用最后一丝气力朝屋外的暗卫下达了指令：有机会一定要将太后打一顿。死老婆子，敢找我晦气！我是翻着白眼离去的，就像只是做了一场梦。在睁开眼的时候，我躺在柔软的大床上。可可，我的宝儿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